你咋不能是男的？你比俺家的狗跑得都快，力气是咱村最大的。好一个威猛雄壮的将军之子！我说牛大哥，你旁边这头母牛都等半天了，赶紧干活啊！你这样磨蹭，是不是不行？得了，我帮你一把。郑丫头，你发达了，你爹找到了。睁子开门，爹爹。我爹在那儿呢，清明刚给他烧过纸。哎呀，不是那个爹，镇国大将军赵匡，他们拿着画像，那画像上的人跟你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李伯，我是女的，你咋不能是男的？你比俺家的狗跑得都快，力气是咱村最大的。我这头发那是伪装，是为了让你平安长大，不被坏人惦记。将军府说了，只要你回去，咱们村今年的赋税全免，不然全村家交3倍，3倍啊！我们拿什么交啊？我若是将军之子，好一个威猛雄壮的将军之子！不对啊，不去，我又没有割掉。我的好丫头啊，全村老少的希望都在你身上了，你就去点个头，装几天样子，等他们发现弄错了，不就把你送回来了吗？真的就几天？真的，比真金还真。这就是将军的种，看着营养不太好啊。别废话，画像上就是他，带走。乖乖，这阵仗比我们村里过年还热闹。爹居然真的从外面找回来一个野种，我倒要看看这乡下来的泥腿子有什么资格跟我争。哎呀，弟弟，总算把你盼回来了，我是你义兄赵武。救命，胸口要被勒平了。弟弟一路辛苦了，看你这身子骨有些单薄啊。在我们将军府，男人可不能这么弱不禁风。看到没？这是爹当年征战沙场的武器，是我们赵家男儿的象征。来，弟弟，既然回家了，就先摸摸它，感受一下我们赵家的气魄。哇，大哥好威猛！您先来，让小弟我开开眼界。弟弟，该你了。你为什么呢？装神弄鬼。哥哥，你刚刚举起重物，面色发白，气息虚腾，双腿还在微微打颤，你这是典型的肾水亏空之象啊！肾水是什么水？我又不渴。哎呦，我的天，肾亏呀！就是说那方面不行啊。你胡说八道！我可没胡说，哥哥你别急嘛，这又不是什么大毛病，咱们是亲兄弟，我还能害你？来，哥哥，这药专治根基不稳、精力不济，3碗下肚，保证你龙精虎猛，夜遇庶女，啊不是力能扛鼎，就当是我这个弟弟送你的见面礼。二少爷，将军在书房等候多时了。难道真的被他说中了？我倒要看看，你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？
要是真有用，我就擒着。以后就在府里老实待着，别惹是生非。人老了眼都花了，看不出我是女的吗？别动，我是大夫。放肆！这脉象怎么会和娘临终前的脉案记录一模一样？你这病多久了？除了咳嗽还有什么感觉？心口是不是有针刺感？夜里会盗汗吗？不该你问的别问，滚出去！可是你的身体……我让你滚出去！安分守己，别动那些歪心思。秦征，你这个骗子，我看你是活腻了。你敢动手？爹刚在里面咳得背过气去，你这一拳是想直接送走他亲儿子吗？你说什么？爹他……你现在怒火攻心，气血逆行，摸摸你的太阳穴是不是在暴跳？心口是不是像压了块石头？再把这股邪火泄出去，烧了你的根本，以后就不是肾亏的问题了，是直接报废。报废？废话少说，想保住你赵家男儿的雄风，就跟我来。这才第一步，怂什么？给我从这头走到那头，再走回来。你欺人太甚！我2，想清楚，是你现在脚疼重要，还是你下半辈子的雄风重要？让你给我下马威，先治治你这头脑简单的憨货。拿下！福伯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将军在书房吐血昏死，生死未卜。昏迷之前，就只有这个野种进去过。我怀疑他就是刺客，给我锁起来，打入水牢！还愣着干什么？拿下！赵武，我是大夫，这里只有我能救他。大少爷，别被他蛊惑，他就是个灾星。你我都是爹的儿子，我岂会害他？可你看看这奴才，他要当着你的面杀你刚进门的弟弟。你拿什么保证？拿我这条命，我若救不了爹，这条命你随时拿去。都给我把刀放下！没听到吗？我爹要是有个3长2短，你们都得陪葬！大少爷，您一定会后悔的。现在带我去书房。福爷，大少爷，宫里来人了。父皇听闻赵将军病危，特命本王前来探视。这位是太医院的医官裴渊。裴渊奉旨为将军诊病，还请带路。裴太医，您来的太是时候了，将军就在里面。裴太医，我父亲他究竟如何？大少爷放心，将军此症乃早年旧伤郁结于胸，又兼之气血逆行，方才昏厥，并非什么不治之症。谢天谢地！你错了，你是何人，竟敢质疑本官的诊断？他不是旧伤，是中毒。一派胡言！本官禁云医道10余年，岂会连中毒与救急的脉象都分不清？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！除了昏迷，他近来是否心口有针刺感？夜间斗汗频发？将军他确实说过夜里睡不安稳，心口发闷，那也是旧伤引发的体虚之兆。你这乡野村夫懂什么？让开，我要救他。放肆！你若胡乱施针，害了将军性命，谁来承担？我只问你，你现在有办法让他醒过来吗？我
只需调理几日，将军自会醒转。几日？我怕他连今天都过不去。赵武，在。我以性命担保，3个时辰，我若不能让他脱离危险，这条命你随时拿去。但若我能，此后将军的病，你们谁也不许再插手。好，就依你。有意思。快，取一套银针来。二少爷，这里有。这针上有毒，竟然有人想借我的手杀人。取火来。爹的脸色好转了。你手伸出来。刚刚疗针，不小心沾了点灰，我帮你擦干净。不！想借我的手下毒杀人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他的嘴里藏了什么东西？快阻止他！裴太医，现在你还觉得这是救急复发吗？你别得意，不过是歪打正着撞破了奸人的诡计。你那套乡野村夫的扎针手法粗鄙不堪，根本上不了台面。哦，那请问裴太医，什么才叫上得了台面的医术？是像你一样把中毒看成救急，然后开一副催命汤吗？你这是强词夺理，我那是遵循古法，有理有据。裴太医，我看你年纪轻轻，眼下却有乌青，双眉紧锁，连呼吸都比常人短促。你看什么看？我看病啊。裴太医，你是不是最近总觉得胸口发闷，看什么都不顺眼，晚上还睡不好？胡说，我精神好得很。不，你长期伏案研读医书，思虑过重，心气不舒，肝气自然郁结，这股气堵在身体里出不去，时间久了可就要出大问题了。能有什么大问题？危言耸听。像裴太医你这样气血不畅，淤积于胸，寻常男子嘛，也就是胸闷气的。但像裴太医你这样天资聪稳、心思敏感的人，恐有男子乳腺增生之欲啊！你简直是伤风败俗！我只是在陈述医学上的可能性。裴太医，作为同行，我这可是善意的提醒。若不及时疏解，等到真的长出来了，再想治可就难了。这世间竟有你这样厚颜无耻之人！男子乳腺增生。好像是有点鼓。二少爷，丞相府的柳小姐来了，指明要见您。赵武哥哥，我听说伯父身体抱恙，心里担忧的紧，这才冒昧前来探望。想必这位就是刚回府的弟弟吧？长得倒是清秀，只是这身行头未免太素了。赵武哥哥，回头我让裁缝量几身好衣服送过去。在京城，最重要的就是体面。如烟，你真是太善良了，我就知道你不是那种肤浅女子。赵武哥哥过奖了，这都是我该做的。我刚才还在想，我弟弟这么优秀，京城里哪家姑娘能配得上他？现在一看，这不就是你吗？赵武哥哥，你胡说什么？婚约是我们的。你看啊，正好丞相府和将军府有婚约，我弟弟呢人聪明，长得又好看，你们俩站在一起，一个温婉，一个俊俏，简直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啊！赵武哥哥，这婚约当年定下的可是你我二人。我弟弟他医术高明，你身体要是有什么不舒服，随时都能看。
而且他力气大，以后能保护你，多好啊！哎，大哥，你可别瞎说了。柳小姐金枝玉叶，我一个乡下来的，哪配得上啊？他竟然还敢嫌弃我！弟弟，你别妄自菲薄，我觉得你俩特别配。来来来，你们先认识认识。少武哥哥，大哥，使不得，使不得！这桩婚事是你的，怎么能让给我？弟弟既然看不上姐姐，那这个香囊就当是姐姐给你的见面礼吧。蝶恋花粉，想让我在众人面前出丑？不行不行，柳小姐，这么贵重的礼物我受不起。让你拿着就拿着。对啊，弟弟，如烟送你的，你就收下嘛。不用，不用，不用，叫你收着你就收着嘛。拿着。秦征，你这个乡下来的野种，你竟敢设计害我，还敢嫌弃我！我告诉你，就算你跪下来求我，我也不会多看你一眼。如烟，你别生气，我弟弟他真不是故意的，咱们以后还是一家人呢。别，我可攀不上。像你这种当众撒泼、毫无仪态的女人，跟村口的泼妇有什么区别？娶谁我都不会娶你。你竟然说我是泼妇！难道不是吗？本来长得就够丑了，现在哭的妆也花了，头发也乱了，更是丑上加丑。我多看你一眼，都怕晚上要做噩梦。我撕了你的嘴！别打了，都别打了，有话好好说。闭嘴！清河，你刚才叫我什么？清河，你终于肯见我了。清河是我娘，她已经死了。你是他的孩子？是。你既然认得我娘，为何初见时对我那般冷漠？你把我当成什么了？不是的，你的眼睛和他一模一样，我第一眼看到你就知道了。知道又如何？孩子，那天在书房，我看着你站在那里，就像看到了年轻时的他，我多想抱抱，可我不敢。不敢？你是镇国大将军，你有什么不敢的？这府里到处都是眼睛，我中毒已深，时日无多。我若对你表现出半分亲近，你立刻就会成为他们对付我的利刃。我只能让你看起来像个无足轻重，他们才不会在你身上费心思。那我娘是我无能，所以我绝不能再让你出事。我对外放出消息说我失散的孩子是个男孩，就是想让他们去追寻一个虚假的幻影，让你，我的女儿，能平安活下去。爹，好孩子，我的时间不多了，听我说，这是夜宵令，我最后的底牌，它现在是你的了。去城西听风酒馆。爹，你撑住，我一定能治好你。不重要了，能再见你一面，听到你叫我一声爹已经够了。记住，谁都不要信，尤其是福宝。来人啊，快来人！这个孽障谋害了将军。夜宵令，你这个贼子，竟敢偷盗将军的夜宵令！这是爹亲手交给我的。一派胡言！将军昏迷之前，明明是将夜宵令托付于我，让我代为执掌。你这野种趁机偷窃，还想加害将军，罪该万死！你敢对天发誓，你说的都是真的？还敢狡辩！给我上，夺回令牌，死活不论！
快，别让他带着令牌跑了！听说了吗？将军府那个刚找回来的乡下野种是个刺客，把大将军给刺杀了。我的天，真的假的？现在全城的城门都戒严了，到处都是通缉他的画像。他不是要抓我，他是要我的命，还有爹的命。这个味道是幽蝉香。我娘的医案里记载，此香无毒，却是慢性期锁心骨最好的药引。看来要从此查起。来晚了一步，夜宵暴露了。现在我是通缉犯，所有线索都断了。要查幽檀香，只能去鬼市。可我一个人进去，只会成为瓮中之鳖。我需要一个够硬、够强的靠山。七皇子殿下，希望我没看错你。全城通缉的刺客，竟敢夜闯皇子府，秦征，你嫌命长？殿下若真想抓我，我踏进府门的那一刻就已经是具尸体了。您肯见我，说明您对真相的兴趣远大于对我这条小命的兴趣。哦，那你倒是说说，一个亡命之徒能给本王带来什么真相？殿下，我能先为您诊个脉吗？你这是在消遣本王。殿下误会了，只是我观您面色虽看似平静，但印堂隐有郁结之气，眼下微青，呼吸间心跳比常人快了半拍。您最近遇上烦心事，能让七皇子殿下您都感到棘手的，绝非寻常政务。它就像一堵看不见的墙，堵在您面前，您有力使不出，而我恰好也被一堵墙堵住了。你想说什么？殿下，你我素不相识，却在同一时间被同一股看不见的力量所困，你不觉得这很有趣吗？或许我们面对的是同一堵墙。有趣的推论，但推论并不能成为本王帮你冒风险的理由。当然，所以我给殿下带来的不是推论，而是一根线头。这根线头叫幽檀香，香料，一种能成为慢性剧毒药引的香料。我父亲中毒，跟我母亲当年病故时的症状如出一辙。而幽檀香这种香料极为罕见，只有在京城神秘边的鬼市才可能找到。所以你要本王带你这个通缉犯去逛鬼市？秦征，你的胆子比本王想象的还要大。对殿下而言，这只是夜游一番，算不上风险。但对我而言，这是唯一的生路。您就当投资一笔小买卖，输了您毫发无损，我人头落地。可万一赌赢了，这笔买卖怎么算您都不亏。你确实比传闻中要有意思得多。多谢殿下夸奖。那生意谈成了？一个时辰，如果在鬼市你找不到任何有用的东西，本王会亲手把你交给京兆府。一言为定。殿下放心，我这人做生意向来童叟无欺，保证让您物超所值。福伯，怎么回事？秦征呢？大少爷，您可来了。那孽障，他偷走了将军的夜宵令，还想对昏迷的将军下毒手。不可能！老奴亲眼所见，我端药进来，正撞见他拿着令牌，手正要伸向将军的脖子。他刚刚才救了爹，为什么要害爹？这说不通。大少爷，您太天真了，那都是他的伪装，他就是冲着令牌来的。一个乡下野小子，哪来那么大胆子？背后定然有人指使。夜宵令关系到边关数万将士的性命，万一落入歹人之手，后果不堪设想啊！可是，
我亲眼看到他救了爹。大少爷，现在不是纠结这个的时候，令牌绝不能丢。老奴已经派人封锁全城，发布通缉令，必须在他把令牌交出去之前把他找回来。通缉令，福伯，你这是要把他往死路上逼？大少爷，这是为了将军府，为了大局啊！老奴也是不得已。若将军醒来，发现令牌因我们而丢失，我等万死难辞其咎。好，我暂且信你，人可以装，但你给我记着，绝对不能伤他性命。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我第一个不放过你。老奴明白，老奴只是想寻回令牌，绝不会伤他。我亲自带人去找。老板，找你打听个事儿。不买东西就滚。我想知道谁在买幽檀香。疯了！这东西是禁品，你敢问，我也不敢说。现在说你只是没了生意，再晚一步，你没的就是命。在鬼市还轮不到你们仨爷。你是张屠户介绍来的吧？3年前从北边流落至此，你不是独眼，是左眼有疾，畏光。你卖的香料8成都是假的，唯独幽檀香是真的，因为那是你的保命符。告诉我买家，我给你一笔钱，让你远走高飞，否则我马上就把你的老底告诉鬼市的管事。是宫里的张太监，上市局的采买，每月15他都会来。抓住他！就是那个戴着恶鬼面具的，上头有令，格杀勿论。放肆！本王在此，谁敢造次？萧彻，这里是鬼市，不是你的金銮殿。哈哈哈哈！弟兄们都听到了吗？他竟然敢冒充皇子，罪加一等！蠢货！弟兄们听令，活捉这个冒充皇子的狂徒，赏银5000两，生死不论。抓住他！抓住那个！好。他的手怎么会这么软？抓住他们，别让他们跑了！我在想什么？都什么时候了，这小子手怎么比女人的还……快进去！太细了，这药……别出声！人呢？刚刚还在这里的，分头找，一定要把那5000两找出来！别动！我没动，你别抖。本王没抖。你一个大男人，腰怎么会这么软？你离本王远点。啊，殿下，这缸就这么大，我不往你这边靠，难道要穿墙出去吗？你身上什么味道？哦，刚捣碎的接骨草，混了点止血的白茅根。怎么了？殿下不喜欢这个味儿？那我下次换点别的草。闭嘴，听动静。真是别扭，他们走了，快出去，这里面闷死了。殿下，急什么？手。秦正，在。你以后离本王3步之外。为什么？殿下，我们不是刚生死与共吗？再说，我还得帮你查案呢，离3步远，我怎么跟你说悄悄话？本王洁癖，你身上有股穷酸味。洁癖？刚才在缸里抱那么紧的时候怎么不说？这人真是阴晴不定。
你就不能安分待一会儿，转得本王心烦？我这是在思考，不像某些人只会坐着发呆。要不是你刚才在鬼市亮出身份，我现在说不定就查出来了。你是在怪本王？殿下，宫里传来消息，上师局采买太监张德，于半个时辰前在天牢内悬梁自尽。哼，自尽，我看是灭口。算你还有点脑子。对方很急，说明我们打在了痛处。那我们得趁热打铁，我必须去验尸。不行。为什么？殿下，现在是争分夺秒的时候。天牢不是鬼市，今晚的事，本王不想再经历第二次。你给本王老老实实待着，查案的事，本王自会处理。硬的不行，只能来软的了。好好的大腿，不能让他跑了。殿下，做什么？这家伙是在跟本王撒娇吗？一个大男人，成何体统？我知道殿下是为我好，怕我危险。可是，这个案子只有我能查出关键线索，我的那些乡下法子，太医们可不懂。荒唐！此事没有商量的余地。殿下，求求你了，你就让我去嘛，我保证，就看一眼，很快的。再说了，有殿下您这么厉害的人在，谁能伤到我呀？在京城里，除了您，我还能靠谁呢？放手，不知羞耻。殿下，你就答应我吧，好不好？从现在起，你就给本王老老实实待在府里，一步也不准出去。查案的事，本王会派人去做。混蛋萧彻，让你困住我，让你当自大狂，我戳死你！请争。裴太医大驾光临，是来找我切磋医术，还是来探讨男子乳腺增生的治疗方案？你休要胡言，我来是想告诉你，将军府的事不过是你运气好，那种乡野村夫的手段上不了台面。运气？裴太医，我运气好，救了将军的命，你运气不好，差点开了催命汤。看来这运气也是医术的一部分啊！你强词夺理，我乃师出神门，靠的是传承千年的医理，不像你，全是些闻所未闻的野路子。裴太医，我看你印堂发黑，眼下乌青加重，说话中气不足，连呼吸都乱了。这几天是不是心烦意乱，夜不能寐啊？我那是为国事操劳。是吗？我看是肝气郁结，心火上攻。再这么下去，别说增生了，我怕你年纪轻轻就得气出个好歹来。你，裴太医，你我在这儿斗嘴毫无意义，不如我们用事实说话。如何用事实说话？你听说天牢里那个畏罪自杀的太监了吧？他们说他是上吊死的，我说他是被毒死的。裴太医，你敢不敢跟我去亲眼验证一下？你疯了！那可是天牢，私闯天牢是死罪。何时？裴太医，您这么晚了，这是？宫里对张太监的死因存疑，命我连夜复核，明日一早就要卷宗。这位是新来的药童，胆子小，不爱说话。再看，就把你的眼珠子挖出来，给他当弹珠玩。是，您请，您请。你看，标准的悬梁自震状，颈部有明显压痕，舌骨已断，毫无疑问。你这是在做什么？人死灯灭，何必多此一举？裴太医，医者面对的不只是活人，还有死者的遗言，你听不见，不代表它不存在。看这里，
这是离魂散，西域奇毒，中毒后于1刻钟内心脉寸断，无药可救。可这毒无色无味，他是如何发现的？他临死前抓了凶手一把，凶手身上或者凶器上涂了这种毒，他把最后的线索藏在了这里，留给了能读懂他的人。他不是畏罪自杀，他是被人谋杀，悬梁只是为了掩盖真相。我错了，错得离谱。医道原来不止在书卷里，真正的医道是聆听这些不会说话的亡魂。站住！里面是什么人？启禀龙翔卫陈统领，是裴太医在里面奉旨查案。奉旨？我怎么没听说？给我把门打开，我倒要看看是谁这么大的胆子，敢半夜3更在天牢停尸房里装神弄鬼。你是太医，奉旨查案天经地义，拿出你的官威，别怂。大胆！本官乃太医院医官裴渊，奉皇命复查存疑命案。尔等是何人？竟敢在此喧哗，冲撞办案，是想造反吗？裴太医，末将乃龙翔卫统领陈昂，奉命巡查天牢，不知裴太医深夜至此，可有圣伤手谕？陈统领，本官深夜奉诏入宫，受陛下口谕，事急从方，要什么手谕？陛下明日一早便要看复核卷宗，你若是耽误了圣上的事大事，这责任是你担还是我担？是末将鲁莽了，裴太医息怒，我这就……统领，您看那个药桶，是不是有点像前几日刺杀将军未遂被全城通缉的那个乡下来的野种？如果真是他，我不仅能拿到裴元私闯天牢的证据，还能立下抓捕刺客的大功，这可真是天赐良机。好啊，裴太医，好一个奉旨查案！我看你是奉旨私闯天牢，窝藏侵犯吧！陈昂，你什么意思？我什么意思？我怀疑侵犯秦征就在里面。裴太医，你若真是清白的，就自己把人交出来，否则休怪我刀剑无眼。住手！末将参见七皇子殿下。本王的人，什么时候轮到你龙翔卫来审了？殿下，末将不知，末将以为是侵犯。本王让你在府里待着，看来是我的王府太小，容不下你了。今晚的事，谁敢泄露半个字，满门抄斩。走。好大的胆子，私闯天牢！你们是嫌命太长了吗？殿下息怒，微臣只是一时冲动。他不懂事，你也不懂事吗？带着他一起去瞎胡闹，你们有没有想过，如果本王没有及时赶到，你们两个现在会在哪里？是在赵玉的大牢里，还是已经成了2具尸体？殿下息怒，殿下息怒！我们这不是相信殿下您神机妙算，算无一错吗？料定了您肯定会来救我们，所以才敢冒这个险的。你强词夺理！这哪是强词夺理？殿下英明神武，于千钧一发之际从天而将我们救出水火。您瞧，我们现在不是毫发无伤的站在这里吗？全都是殿下的功劳。
你起来吧。谢殿下，这次就算了，以后离他远点，少跟着他异想天开。下去吧。是，微臣告退。至于你，殿下打算如何罚我？送我去京兆府领赏银5000两？哼，杀了你，太便宜你了。从今天起，你就是本王的贴身书童。书童？本王走到哪儿，你跟到哪儿，负责磨墨、递书、端茶，没有本王的允许，不准离开本王的视线。这不就是坐牢换了个地方吗？另外，还有一条规矩。什么？你与本王之间必须时刻保持3步的距离，不能远，更不能近。殿下，您这是什么怪癖？本王有洁癖，你听懂了？懂了。墨，来了。你就不能安静点？殿下，我这是在用力，保证墨的品质。哎呀，殿下恕罪，手滑，纯属手滑。秦征，把那本《南疆义务志》给本王拿过来。殿下，给。啊！他好像……殿下，对不住，脚滑了。滚回3步外站好。殿下龙体康健，只是略有心浮气躁之兆，应多静心。裴太医似乎比本王更心浮气躁。赵兄，那日天牢一别，我回去翻遍典籍，发现离魂散确有记载，但从未有人提及它会留下粉末痕迹。你是如何知道的？我娘的医案里写的，她说任何毒药只要是实体，就一定会留下痕迹。考验的不是药力，是眼力。眼力？令堂真乃神人。赵兄，关于尸僵和尸斑的形成时间，我有些疑问。裴太医，既然你对尸体如此了解，本王倒想问问，前朝礼部尚书王大人，他死后谥号为何？啊，这微臣不知。哼，王尚书为国鞠躬尽瘁，你身为朝廷官员，竟连其身后之事都不关心，只知钻研死人骨头，未免太过冷漠无情。殿下教训的是，你给本王续茶。裴太医，你可知今年江南漕运税银总额比去年少了30%，是何缘故？殿下，微臣只懂医术，不懂政务。医者，医国。你连国之脉络都不懂，又如何能医天下苍生？裴太医，你的学问还浅得很啊！不对，此乃气海穴，
主纳气，古籍有云，不可重朕。你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气是什么？是风吗？是呼吸吗？都不是。那依你之见，气为何物？是能量，是一种流动的生命能量。经络就是能量的通道。穴位则是能量的开关和节点。气海穴不是不能针，要看你怎么针。逆着气走是泻，顺着气走是补。不同的穴位组合，还能改变整条经络的属性。这套法子，我叫它经络能量学。能量通道开关，我明白了，我全明白了。难怪有些病中用药无效，针灸却有奇效，是因为我们只在乎物质，却忽略了能量。赵兄，你是天才，是开创一个时代的医学巨匠。裴太医，你冷静点儿。夜深了，裴太医该回了。是，殿下说的是。赵兄，我明日再来与你探讨能量转化的问题。明天太医院有全院会操，裴太医最好不要缺席。多谢殿下提醒，那我后天来。赵兄，裴太医，今天又有什么新发现？你这是干什么？赵兄，这2日我夜不能寐，反复思索你所说的经络能量学。我发现，我过去20年所学，不过是井底之蛙，坐井观天。而你，为我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。没那么夸张吧？有，赵兄，你与我亦师亦友，我裴元此生从未如此钦佩过一个人。爹说这是他最后的底牌，到底要怎么用？连个缝都没有。夜宵饮食，参见新主。你就是爹说的人？属下只认令牌，令牌已认主，饮食便是主人的刀。你怎么进来的？这里可是七皇子府。主人在何处，饮食便在何处。这就是爹留给我的力量吗？谁在里面？滚出来！殿下，别动手，是自己人。自己人？秦征，本王的府里什么时候藏了这种见不得光的老鼠？放肆！都住手！你最好给本王一个解释，他是谁？为什么会出现在你的房间里？殿下，他是我父亲留下的暗卫，是来保护我的。保护你？我看是来监视你的吧。这种来历不明的人，本王绝不允许他待在府里。主人，是否需要属下将他清除？清除？就凭你？饮食，
退下！没有我的命令，不许再动手。是。殿下，您别生气，他是我爹的人，也就是说是咱们自己人，多一个人保护，咱们的计划也多一分胜算，不是吗？本王需要他保护？当然不是，是保护我这个弱不禁风的小书童。殿下您日理万机，总有顾及不到的时候嘛。这个秦正，身边怎么总出现奇奇怪怪的男人，一个比一个碍眼。让他待下可以，但他要是敢在本王的府里乱来，本王就亲手折断他的脖子。那是自然，那是自然。菊花鱼羹，形在而神不在，可惜了这上好的鲈鱼。桂花糯米藕，甜腻过甚，有碍脾胃。倒是那盘炙烤鹿肉，火候尚可，可惜远水解不了近渴，够不着啊。你若再多言半句，本王就把你当成花肥，埋在这菊花底下。七弟，独自在此饮酒，岂不辜负了这良辰美景？三哥一来，这美景依旧，只是这酒怕是要喝得堵心了。哟，七弟如今的喜好倒是越发别致了，身边竟带了这么个眉清目秀的小人儿。瞧这亲近的模样，不知情的还以为是你新得的红颜知己呢。诸位，今日本王与七弟偶得一趣事。他这书童虽貌不惊人，但据说颇有才情，不如就让他以菊为题，即兴赋诗一首，为我等助兴，如何？真是走到哪儿都躲不过这种酸腐的戏码。回三皇子殿下，赋诗助兴，自然是草民的荣幸。不过，草民作诗向来有个不成文的规矩。哦，说来听听。草民的诗文从不白写，殿下若想要，先付润笔。是要个应景的寻常货色，还是要首能传世的真东西？价钱不一样。哼，你说什么？寻常应景之作，500两银子；上乘雅致之品，1000两。附赠意境深远，引人回味。若是想求一首镇场之宝，那便需5000两。不知殿下想选哪一品？你这庶子，竟敢将诗文当货物贩卖，简直是有辱斯文。斯文又不能当饭吃，草民凭本事糊口，何来有辱斯文一说？倒是三皇子您，草民看您面色浮红，眼下发青，嘴角还起了燎爆，这可是典型的虚火上炎、肝风内动之症啊！诸位请看，这便是活生生的病症。此症多发于思虑过甚，又好勇斗猛之人。初期只是心浮气躁，看谁都不顺眼。中期便会发展为夜不安品，发丝渐稀。待到晚期恐有损男子雄风啊。不过未放心，此症也非无药可救，多饮菊花茶，清心降火，少说争强好胜之言，保持心气平和，比什么灵丹妙药都管用，全当是草民今日与诸君结个善缘了。三皇子殿下，草民的诊金还没付呢，看在七殿下的颜面上，给您免去2成，您记得派人送来啊。
去查查那个叫秦征的小子，我要知道他的一切，从哪里来，做过什么，巨细回习。是。一身的反骨，满嘴的利刺，不像那些温顺的绵羊，倒像只未经驯服的野猫。有意思，真有意思。福伯有问题，但我现在被困在皇子府，赵武那个憨货还在谷里，怎么才能在不惊动任何人的情况下联系上他？殿下，借您府上的沁使一用。做什么？我想送份赔礼道歉的礼物，增进一下兄弟感情。哼。秦京，你个手无缚鸡之力的逼样子，除了会耍嘴皮子还会干什么？有种的跟我真刀真枪打一场！跟你打，我怕你输了哭鼻子。你这脑子，连我送你的补品都看不懂，打架能有什么长进？你放屁！想知道爹中的毒吗？光在这嚷嚷有什么用？孬种才在门口叫嚣！有胆的跟我去后院练武场，咱们把新账旧账一起算。今天我就让你心服口服。你刚才说什么？爹中毒？还有你妈？大哥，你先回答我几个问题。爹昏迷那天，是谁第一个冲进房间指认我是凶手？是福伯。爹刚告诉我听封酒官的秘密，我前脚逃出，酒官后脚就被封。谁有这么快的速度？是府里的人。那天在书房，护卫的针上有毒，想借我的手杀了爹。府里的护卫归谁管？归福伯管。我一个乡下来的野小子，无权无势，是谁有那么大的能量，能发布全城通缉令，还要对我格杀勿论？福伯一个管家，他有这个本事吗？不可能！福伯在将军府几10年了，他看着我长大，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不知道他为什么，但我知道他背后一定有人。大哥，爹现在昏迷不醒，你是我唯一的亲人，也是我唯一能信的人。他敢害爹，我饶不了他。弟弟，你说要我怎么做？很简单，你要比以前更讨厌我，更针对我。你要回去告诉福伯，你今天被我羞辱的多惨，你有多恨我。你要让他觉得你已经被他完全掌控，对他深信不疑。然后呢？然后你要看他每天跟什么人接触，听他都说了什么，把所有的一切都记下来。你是他看着长大的大少爷，他绝对不会防备你。我明白了，演戏嘛，我最会了。福伯，那小子太阴险了。大少爷息怒，那小子诡计多端，您一时不察，着了他的道而已。君子报仇，10年不晚。我咽不下这口气。福伯，你最有办法，你教教我，我们怎么才能把他彻底扳倒，让他永远翻不了身？大少爷放心，他蹦跶不了几天了，
很快就会有人来收拾他。您要做的就是离他远一点，别脏了您的手。老东西，我倒要看看你背后的人到底是谁！启禀陛下，京郊西营村自昨夜起爆发不明瘟疫，短短半日，已有上百人高烧不退，皮肤溃烂。太医院遣人前往，束手无策。废物！太医院都是一群废物！父皇息怒，瘟疫之事非同小可。儿臣近日偶得一位民间奇人，名为顾叟，人称鬼手，对各种疑难杂症颇有研究。儿臣恳请父皇准许顾叟前往疫区，或可解此燃眉之急。哦，此人当真有如此本事？父皇，瘟疫来源不明，病症诡异，若贸然用药，恐适得其反。儿臣府上亦有一人，虽非名医，但精通祛黄之功，手段不拘一格，或可从根源上查明真相。七弟，这可不是儿戏。我举荐的顾叟先生就名声在外，不知你府上那位高人是何方神圣啊？是不是神圣，一试便知。三哥的神医是治病，我的人是断根。够了！准！朕不管你们用什么人、什么方法，你们两个即刻带着你们的人去西营村，谁能控制住瘟疫，谁就是首功。若是治不好，你们就一起给朕在宗庙里跪着！让你不开花，让你不结果，戳死你！别戳了。殿下这么火急火燎，是府里着火了？比着火更麻烦。西营村快成了一座死城。京城脚下，天子门生也会有死城吗？那里有上百个活生生的人，他们是父亲，是母亲，是孩子，他们现在正在等一个能救他们的人。所以，我治不好，殿下您就要去贵宗庙？本王贵宗庙事小，西营村上百条人命事大。有诊金吗？救活西营村，我欠你一个天大的人情。你要什么，只要本王有，都给你。成交。七弟，你可算来了。再晚些，我这边的顾先生怕是都要把疫情控制住了。老夫还以为七皇子请了哪路高人，原来是个毛都没长齐的黄口小儿。殿下，这疫区凶险，瘴气入体可不是过家家的地方。七弟，三哥可得劝你一句，你可别是为了这个眉清目秀的小书童，一时被美色迷了心窍，连皇家颜面和自己的前程都不顾了。现在后悔来得及，差事交给我和顾先生，你还能落个清闲。三皇子殿下多虑了，我们殿下只是单纯的心地善良，见不得某些人占着茅坑不拉屎，还想把功劳全揽了过去。庶子无礼，你懂什么？此乃标准的瘴疫之症，源于山岚瘴气，当以祛湿清热之法调理。行了行了，你说的都对。我是来看病的，不是来听你念经的。你们要是喜欢在村口闻味儿，就继续待着吧。
顾先生，看到了吗？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。我们且让他先进去碰个鼻青脸肿，待会儿哭着出来求我们的时候，看他还有没有这股狂劲儿。尸体腐坏，瘴气更重，不可靠近，快抬出去烧了，免得污染家具。带上，不想看就出去等着。本王陪你。疯了，简直是疯了！偷尸验骨，大逆不道，这是对死者的大不敬，会遭天谴的。肺部清晰，并无阴影或积液，排除吸入性致病可能。瘴气之说不成立，肝脏异常重大且有硬化迹象，胃壁遍布黑色斑点，这不是病，是中毒。这个味道是食心草的根茎，再混合了3种以上的虫毒，这是蛊，通过水源传播的蛊毒。你这黄口小儿，亵渎尸尸，可有查出什么名堂？若是没有，老夫定要上奏陛下，治你一个妖言惑众之罪。殿下，这不是瘟疫，是有人在村子的唯一水源西山泉里下了蛊。哼，一派胡言！蛊毒之术乃南疆秘闻，怎会出现在天子脚下？你分明是查不出病因，在此胡编乱造。你治不了，不代表不存在。你看不懂，只能证明你孤陋寡闻。殿下，立刻派人封锁西山泉，任何人不得取水饮用。将村中所有水缸、水井全部封存查验，再分派人手，将所有村民按症状轻重分3区隔离：轻症区、重症区，以及未发病但饮过水的观察区。最后，把裴元给我叫来，让他带上太医院所有清热电毒的草药，越多越好。照他说的办，立刻。你。长公主殿下驾到！谁是主事之人？现在情况如何？皇姐，此地情况复杂，还是让七弟来说吧。毕竟现在是他的人在主事。那就是你找来的高人。是。就是他，就是那个剖俺们祖宗尸体的人，是他触怒了山神，才降下的瘟疫。他不是来救人的，他是来害我们的。小心！你受伤了？把衣服脱了。不用，殿下，只是小伤，我自己来就好。本宫的救命恩人，本宫亲自给你上药，是你的荣幸。你很好，比京城里的大多数男人都有担当。很疼？不疼，谢殿下。
在本宫面前，不必自称草民，也不必自称秦征。你父亲赵康是国之柱石，他的孩子，无论是男是女，都不该是现在这副藏头露尾的模样。殿下，这京城是座更大的泥潭，你今日救了本宫，以后本宫的帐门随时为你开着。出去吧，外面还有上百条性命等着你。是。殿下，不好了！红露寺急报，北境的拓跋王子也出现了和西营村村民一样的症状，浑身滚烫，皮肤上起了红疹。什么？拓跋王子素来康健，怎么会？这下糟了！若是一国王子在我朝地界上出了事，这可是天大的外交风波。别慌，他住在哪儿？城中驿馆。殿下，备马。我们王子的命，不交给你们这些庸医。放肆！本王在此，谁敢动刀？七皇子，我们信不过你们的医生。你们信得过的人，能救他吗？我们有草原的巫医。让他来，他要是能让你们王子在一炷香之内退烧，我秦征的名字倒过来写。殿下，他中的蛊毒是变种，比村民的更烈，再拖下去，神仙难救。听着，他是我的人，也是唯一能救你们王子的人。若敢阻拦，按刺杀王子同谋论处。草原的狼，可不该这么病恹恹的躺着。去，备烈酒、冷水，还有最锋利的刀。是你救了我，算是吧。枕巾记得送到七皇子府。我拓跋耀欠你一条命，拿着它，以后但凡你需要，我这条命，连同我身后的3000雪狼部落勇士，为你出手3次。我拓跋耀以草原狼神之名起誓。好，我收下了。七皇子督办疫情有功，赏黄金1000两。三皇子处置不力，罚俸1年，闭门思过。固守沽名钓誉，险酿大祸，革去功名，永不录用。秦征以岐黄之术挽救百民，功在社稷，特封济世神医之号，赏银5000两，准其自由出入太医院典藏阁，查阅百家医案。钦此。怎么会这样？不就是一点小小的风疹吗？怎么会溃烂成这副模样？你们都是太医院的精英，难道连个小小的皮癣都治不好吗？丞相息怒，小姐这病来势汹汹，并非普通疱疹，倒像是中了某种奇毒。我等实在是才疏学浅，无能为力呀。秦征，一定是那个贱人是他害我的！爹，你给我杀了他，杀了他，给我报仇！秦征，
秦神医，之前是老夫教女无方，多有倒罪，但小女无知，罪不至此，老夫恳求神医出手，救小女一命。只要您肯出手，任何条件老夫都答应。丞相大人说笑，我这书童手无缚鸡之力，哪会什么医术？你还是另请高明吧。殿下，医者父母心。再说，丞相大人都把话说到这份上，我要是再不去，倒显得我们七皇子府仗势欺人，毫无容人之令了。诊金1万两，治好了银货两锭，治不好分文不取。丞相大人可愿意？愿意，愿意，只要能治好，别说1万，10万两老夫也出。你滚出去！我不要你治！我宁愿烂着这张脸，也不要你这个乡巴佬假好心！随便你，反正脸不是我的。我只是来告诉你，你中的毒叫红颜劫，是我娘的医案里记载的一种南疆奇毒，毒源就藏在你那个香囊里。此毒发作初期只是红疹，7日后开始溃烂，1个月后腐肉见骨。最有趣的是，它会散发一种奇特的香味，吸引各种毒虫。到时候，你这张脸就成了百虫的盛宴。现在是你自己躺好，还是我让人把你绑在床上？会留疤吗？皮囊的伤好治，心里的病难医。柳小姐，你父亲是当朝丞相，你自幼饱读诗书，你的价值难道就只剩下这张脸了吗？你把容貌当武器，想用它去换取荣华，换取一个男人的爱，可你想过没有？靠美貌换来的东西，总有更美的人能轻易夺走。到那时，你还剩下什么？一张脸，可以是你炫耀的资本，也可以是你进步的牢笼。是当一辈子等人观赏的易碎花瓶，还是成为能描绘自己人生的画师？路在你脚下。嫣儿，你这是在做什么？爹，女儿想明白了，以前是女儿无知，总想着依附他人。从今日起，女儿不想再做什么将军夫人了。她说的对，与其当个花瓶，不如学着自己闯出一番天地。弟弟，这是我从城西买来的你最爱吃的桂花糕，你尝尝。赵兄，关于你上次提到的细胞自噬理论，我回去想了3天3夜，又有新的领悟。我们快来探讨一下。秦神医，我的人情还没还完，说吧，你想要什么？汗血宝马，草原的王杖，只要你开口，我立刻让人给你送来。救命！这比在疫区还累。启禀殿下，丞相府柳小姐前来拜访，指明要见秦神医。秦征，我喜欢你。柳小姐，你是不是药还没停？你看，你总是这么与众不同。京城里所有男人都想方设法的讨好我，只有你敢如此直白的损我。你治好了我的脸，但更重要的是你治好了我的心。你让我知道，女人不该是攀附的藤蔓，也可以是参天的大树。秦征，
你愿意给我一个机会吗？柳小姐，我很欣赏你现在的样子，但我们不合适。我心有牵挂，此生志不在此，给不了你想要的。好一个心有牵挂，这比那些父母之命的借口动听多了。秦正，你越是拒绝，就越证明我没有看错人。一个轻易就能得到的男人，有什么意思？荒唐，荒唐至极，成何体统？竟敢对赵兄行此轻薄之事！我就知道他俩般配。如烟这丫头，有魄力，敢爱敢恨。就这弟弟的终身大事，看来是稳了。从今天起，你们不在这是藏在阴影里的死尸。眼睛，你们是我的眼睛，我的耳朵。任凭主人吩咐。我要你做的第一件事，动用所有力量去查一种香料，幽檀香。是。娘娘，西营村的蛊被七皇子府上那个叫秦征的给解了，三皇子被陛下斥责了。秦征有点意思，一个野种也想翻天，这京城的水可比你想的要深得多呢。赵兄，我找到了。我回去翻遍了37本古籍，终于在一本叫《南疆异闻录》的残卷里找到了关于细辛草的记载。他说此草必须与三尸虫的体液混合，方能化为无形之蛊。赵兄，你是如何知道的？这简直是千古奇闻。裴太医，你这几天是住在太医院的典藏阁里了吗？能为赵兄的经络能量学找到理论依据，别说住在典藏阁，就算睡在固纸堆里，我也愿意。赵兄，关于蛊虫的休眠与激活，我还有几个问题。殿下，裴太医身为太医院医官，精力如此旺盛，不如多去看看城中其他病患。本王的书童不是给你解惑的。启禀殿下，北境拓跋王子求见，说是来给赵神医送诊金的。赵神医，你们中原人送金银太俗气，这只雪山灵兽是我部落的圣物，送给你当诊金。它机警通灵，以后谁敢靠近你，它就咬谁。拓跋王子，这礼物太贵重了。你的命比它贵重。秦征，我跟你说，这京城太小，憋得慌，跟我回草原吧。我教你骑最快的马，喝最烈的酒，看最广阔的天地。荒唐！赵兄乃医学奇才，岂能去那蛮荒之地浪费光阴？赵兄，我们还没讨论完蛊虫的变异问题呢。都给本王出去！终于来了。秦征，你真是好大的胆子！
你怎么来了？我若不来，你现在已经是一具尸体了。你疯了！为什么看到他遇险，我的心会这么痛？痛到忘了自己，这种感觉不是兄弟，不是君臣，我竟然……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大少爷，快！此人就是行刺将军的刺客，现在是回来斩草除根的，快将他拿下，就地格杀！大哥，别听他狗急跳墙，我已经有十足的把握，就在今日让爹醒过来，到时候是谁勾结外人暗害亲主，爹他老人家会亲口告诉我们。听见没有？我弟弟能救醒我爹了，这是天大的好事！你这么激动干什么？还是说，你怕我爹醒过来？等爹醒了，我第一个就要问他，到底是谁害了他？我赵武发誓，不管那个人是谁，我一定把他千刀万剐！恐怕有些人等不到将军醒。福伯，你现在端着的这碗药，是想救将军，还是想让他永远都醒不过来呢？既然被你们发现了，那就一起去死吧！谁终于露出狐狸尾巴！为什么？我爹待你不薄，将军府上下谁不敬你一声福伯？你为什么要背叛他？背叛？我为主人效命，何谈背叛？我只是条狗，一条听主人话的狗而已。你们斗不过他的，你们谁都斗不过他。你的主人是谁？你们以为抓到我就赢了？天真！我告诉你们，真正想要将军死，想要你们所有人死的人，是当朝的宁王殿下！你们的对手是宁王啊！福伯，臣谢旨正进。皇兄，龙体欠安，应多加休养。臣弟听闻，七皇子近来与一个来历不明的乡野小子过强甚密，甚至让其插手军国大事，恐为奸人所获。陛下，陛下！妖人乱国，致使君上吐血，定是那秦征搞的鬼。来人啊，清君侧，诛妖邪！立刻将七皇子萧彻与妖人秦征拿下。
就是这个妖人用妖术迷惑七皇子，毒害大将军，如今又诅咒陛下。拿下他，就地处决！我不是妖人秦征，我是镇国大将军赵康之女，夜宵令之主秦征。今日我便要在这金銮殿上揭露你宁王长达20年的谋逆罪行，毒害我母，谋害我父，意图颠覆社稷的滔天罪行。我弟是我妹，那我天天跟他勾肩搭背称兄道弟的，那次他被我勒得翻白眼，说胸口疼，我的天，我都干了些什么？赵兄，是女郎？那我岂不是天天追着一位姑娘探讨诗班，我还拉了她的手？我一派胡言！找个女子假扮将军之后，以为就能蒙混过关吗？来人，给我拿下这个妖女！住手！本王以性命担保，他所言句句属实。他就是镇国大将军的后人秦征。从此刻起，谁敢动他一根头发，就是与我萧彻为敌。皇帝说的没错，本宫也可以作证。当年清河医官与赵康将军之事，本宫略有耳闻。秦征的眉眼与他母亲清河如出一辙。宁王，你连皇家的血脉都敢质疑，是何居心？萧兰，宁王，20年前，我母亲清河发现你暗中研制奇毒，因不愿与你同流合污，被你灭口。你伪造她病故的假象，却不知她早已将你的所有罪证都记录在了医案之中。你用幽檀香为引，将锁心骨的母骨种于陛下体内，再将子骨种于我父赵康体内。你以为神不知鬼不觉，却不知我母亲的医术早已超越了你的毒术。这医案上详细记载了锁心骨的解法。胡说八道！一本破书能证明什么？你这是污蔑皇亲，罪当诛九族！证据？福伯的供词算不算证据？你安插在将军府，日日用掺了幽檀香的熏香毒害我父亲的内鬼，算不算证据？还等什么？杀了他们！这天下就是我们的！给本王杀了他们！随我来，护驾！敢动我妹妹，我宰了你们！哈哈哈哈哈！秦征，不，赵征，你的第3个人情我就用在这儿了。哈哈哈哈！萧彻、秦征，任你们巧舌如簧，今日也难逃一死。怎么回事？怎么会这样？我说了，我母亲的医术
远胜你的毒术，这叫软筋散，专门克制你这种迷信武力的人。秦征，你就算赢了又如何？陛下体内的母骨已动，不出3个时辰，他必将心脉寸断而亡，你们谁也救不了。扶住陛下。我母亲说过，锁心骨无药可解，但可以换心。以骨换骨，以心换心。宁王，你的死期到了。妹妹，这是我亲手给你做的桂花糕，你早说你是女的吗？害得我。害得你什么？害你当初差点把我推给柳如烟？没有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你快吃，凉了就不好吃了。启禀郡主，太医院院士裴渊大人前来求见。裴渊，参见郡主。裴大人，你这是？裴渊今日前来，不为论道，不为解惑，只为求亲。裴渊不才，愿以太医院院守之位，裴家百年清誉为品，求娶郡主为妻。只愿此后余生能与您解惑论道，相敬如宾。哈哈哈哈哈！说的好听，女人娶回家就是要宠着的，搞那些虚的有什么用？我的王诏里，所有的牛羊，所有的勇士，都归你管。他累了，需要休息，各位请回吧。我的王帐里，所有的牛羊，所有的勇士，都归你管。他累了，需要休息，各位请回吧。桂花糕太甜，对脾胃不好，我让厨房给你炖了清淡的莲子羹，已经温着了。